说到热血动漫，除了海贼王、火影忍者和死神这御三家之外，在我心中最有潜力与他们一决高下的，就只有妖精的尾巴了。当那熟悉的战曲响起，一股莫名的能量瞬间会涌出，燃烧我全身上下血液。其中不乏一些大尺度的桥段，让年少气盛的我遐想连连。妈妈，如果我说这真的是一部热血动漫，你信吗？继4年前发布了《妖精尾巴》同名漫改游戏后，制作人片冈宏再次写续作来袭。但是漫改游戏就像有种魔咒一样，能把它做得好的屈指可数。就连前作其实也受到不少玩家粉丝们的批评，像是游戏内容太过粉丝向，圈外玩家根本难以投入到这引人入胜世界观当中。缓慢的剧情节奏加上无聊任务的重复感，让人会因为游戏过于单调而开始打哈欠。甚至就算粉丝们觉得它是个可以接受的好游戏，但却还是纷纷给出勉强及格的分数。所以这次决定开发续作的是让我蛮意外的。但是制作人片冈宏依旧凭借着对妖尾的热爱，加上听见很多粉丝希望他也将原作最终章《阿尔巴雷斯帝国篇》做成游戏，也碰巧当时讲谈社正在筹备百年任务的制作，所以才决定配合动画播出的热度，用游戏形式和大家一起回顾这全剧的最高潮。据说也是倾听了广大粉丝玩家的反馈，把被大家诟病的单纯回合制战斗改为加入了即时动作元素。就我而言，是我从来没有玩过新鲜玩法，但是体验好不好吧，我后面再告诉你吧。而且除了原作剧情之外，也在最终章之后加入了获得曾岛浩老师认可的原创剧情。这次呢，有幸获得了媒体测试版本，玩到前面1到4章的内容。经过一轮体验下来后，究竟这次能否挽回前作一点的口碑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游戏印象的频道，我是 JL。在影片开始前，我们来聊一聊，你对这种漫改游戏有什么看法呢？会不太看好其前景，还是会为了这个 IP 的期待呢？欢迎在影片下留言讨论。接下来先来插入一段由大师帮我们观众诚心求来的。本気感情因子点超速大逆者近天地 RTU 公認ウィニータライ無限化人。在大陆另一端，有一座由730个魔导工会组成的超级魔法军事帝国，而统治这一国家的，就是魔法界传说中的存在，魔法史上唯一的最强黑魔导士的始祖杰尔夫·多拉格尼尔。他率领着可以比肩最强魔导士的斯普利盖和举国之力的兵马，入侵主角团工会所在之地，目的是为了抢夺妖精的心脏来打败黑龙雅克洛罗基亚。我其实已经超久没看妖精的尾巴了，所以开头其实有一个动画，瞬间把那些被遗忘掉的热血一一塞回到我脑中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走失的老观众，一定会瞬间被拉回到这个世界当中。而本次游戏和前作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就是节奏变得非常的快，几乎每一章不是在打，就是在打的路上。毕竟原作最终章故事本来就是一场史诗级大战，斯普利盖会一个接上一个不断的杀来，所以和前作不同，少了需要提升工会等级才能推进剧情的培养要素，可是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不断和不同的强敌迎战，主角的成长系统呢也更加简单直接。除了主人公纳兹之外，其他角色都是由系统负责自动升级而学会新技能的。而这次游玩过程中，除了教学之外，我完全不需要到角色界面培养角色和做魔法搭配，全程几乎就是从头不断冲主线打到尾。在大多数的战斗上，技能和魔法搭配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，地图上遇到小怪也几乎能不打就不打，感觉上对角色成长没有太明显的效果。而且从剧情的一开始，所有妖精尾巴成员都会直接加入到队伍当中。对于粉丝可能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对于我这种许久没看的老观众，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来回忆这些角色。你是章鱼哥吗？我是。你是章鱼哥吗？我是。你是章鱼哥吗？在这紧凑的剧情发展中，难免会有些超载，更不用说完全没看过原作玩家了。虽然制作组表示，在前作中也有玩家反映，圈外玩家很难进入到剧情的氛围当中，所以他们在本作做了一些优化，让你能在地图上的萤火处，也就是保存点与角色对话，而透过这些对话，你就可以了解到之前发生的故事，也非常贴心的准备了用语集来解释一些角色听到名词、用词和故事概要。但是，除非新玩家能瞬间被序章发生的故事
得角色吸引，不然应该也不会点开查看这些解释内容。所以整体体验下来呢，这一款还是非常面向粉丝的游戏啦。或许他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如何让新玩家投入，而是怎么让老观众瞬间回到这个世界观当中。由于从游戏一开始就一直带出一种凛冬将至的大战氛围，所以在玩的过程中一直会保持着一种亢奋的状态。而这边就要说让我比较出戏的部分了，就在港网被强敌入侵的区域，路上大量出现小怪会影响节奏之外，这游戏其实是有支线任务的，而这些支线也非常的不符合整个情境。在整个大战氛围下，旁边还围绕着一大群的危险生物，会突然跑出一个 NPC 在那野外和你说他想要吃到超级辣的食物，还说开玩笑了，这个时候根本买不到新香料吧。你也知道啊，我在去迎战斯普利盖的路上，你和我拿辣椒，今天很呛是吧？其他大部分支线是非常简单完成，而且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感觉非常的突兀。有些甚至直接当场接当场就能完成了，多数也都是交付一些物资就能完成。就算没完成，感觉也不会特意回来解。如果是要为了丰富整个世界观，我觉得可以在支线中穿插一些因为战争导致人民的生活变得如何，他们都需要什么帮助，没有魔法普通人在这个世界如何生存，这些都是我想看到的，也能更丰富主题的内容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还是把心都放在主线设计上比较好，支线部分个人觉得可有可无吧。这次有让我比较惊讶变化，就是整个可活动的范围变成了一整个无缝连接的类开放世界，每个国家都不需要加载，你可以徒步一路旅行到每个城镇。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一路上没有太多的惊喜，探索要素也就找找宝箱，地图上标出的区域 BOSS 和多到让人有些烦人的小怪。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，还是推荐直接快速传送比较节省时间。如果这一方面做得有趣一些的话，那这无缝连接开放世界地图一定会成为这游戏最大卖点。玩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开发团队的用心，但整体来说有点本末倒置。例如刚刚一直在说的小怪数量多到有些烦人，于是制作组贴心为玩家安排了和暗域幻想类似的即时战斗机制，在面对着等级比你低很多的敌人，你能直接在战斗外将他们一击必杀。但是最烦人的是，这些等级比你低的敌人在看到你后竟然还会逃跑，让这本来用来节省时间的机制变得需要你追着他们来砍。彈出彈入和打我一巴。好啊！加上面向小怪本来战斗就不会花上太多的时间，如果真要刷的，我还不如直接进入战斗使用全体攻击魔法直接解决战斗呢。还有一点我要给一个差评的是，在地图上也可以选择任意角色探索行动，为了整体画面更加和谐，我们当然还是选择女主们嘛。但是这个镜头角度就有些不符合常理了，为什么低角度往上的视角怎么就调不到呢？不可以搜索，大家不可以搜索，不可以搜索。如果要说到和前作有什么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当然还是要说到本作的战斗系统了。因为真的有不少玩家敲碗，想要一款像是忍者风暴和海贼无双那种纯动作玩法妖精斗尾巴2的游戏嘛。于是 GUTS 就把动作元素融入到他们看家的回合制战斗中，创造出了这种颇为新鲜的战斗玩法。但是就不像回合制有着大量时间思考下一步的策略感，而是需要你立刻决定要使出普攻、使出魔法还是防御，这让我的脑袋有时候会超载，再加上有时候战局过于混乱，所以在绝大多数时间都选择乱按。每一次战斗开始，画面下方会出现一个指令轮盘，而这个轮盘中间就会有个攻击 CD， 每次转完一圈才能进行攻击。每一次攻击你都只能使出3次普通攻击，每一次普攻你都可以积累1层 SP 值，而这些 SP 值呢，就是你用来发动魔法技能的燃料。当然在每次行动中，也可以在普攻中穿插魔法技能，直至3次普攻打完为止，这也让你有更多的技能选择搭配，可以选择在一开始先给敌人上各种不同状态，再进行输出。这个也非常的简单易上手，如果有去认真研究，应该能打出非常不错的组合技能。每个敌人不管是小怪还是 BOSS 都会有他的架势条，每打破一格就会触发 Link Attack， 也就是你的队友会发动魔法攻击敌人，而每一个不同的战友的技能都会有属于他们的效果和特色。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，可以考虑不同的搭
搭配迎战。而如果把敌人的架势条完全打掉的话呢，敌人就会进入一段较长的 break 状态，而这个时候你的所有攻击都会变成暴击，也正是你大大输出的好时机。而刚刚提到 Link Attack 也会升级变为更加强大的联合魔法招式，但是可惜的是，除了部分有特殊击败角色组合，其余的就是普通的丢出能量输出，单纯只是颜色上有些不同而已。我这边还是想要看到每一个不同角色都能打出不同的组合技能，这样或许才会更有成就感和新鲜感，对吧？虽然战斗系统在这一方面做了改革，但是在进度不断推进后略显乏味了。游戏内大部分战斗都是透过这一套机制循环使用就能解决的，甚至连道具都不太需要用到。在面对 BOSS 的战斗更是有些过于冗长了， BOSS 的血量非常的高，而且除非打掉架势条，不然攻击基本打不了多少伤害。战斗中的变量也没有太多，单纯只是重复同样的按键，直至将敌人击败。加上每一次 BOSS 的战斗结束后，明明我是属于单方面无压力击败 BOSS 的，但是每一个结束动画都是主角一方属于劣势的画面，难免会有一些跳脱感。然后主角可能会开启外挂，进入第2阶段连压 BOSS 的桥段。个人体验如果真的做成这样的话，可以考虑在第1阶段时敌人设计的更加难对付一些，甚至必要时候可以使出剧情杀，才进入第2阶段的单方面连压，这样可能会更加爽热血，也不会有跳脱的感觉。如果你是妖精的尾巴的忠诚粉丝，并且非常喜欢前作的基调，那这一款你绝对也能感到同样热血和不会感到失望，同样也能感受到开发团队对这系列的热爱，还有他们对玩家和粉丝的尊重。虽然个人觉得游戏并不能用完美来形容，但是其中的用心热忱却还是能感受到了。如果让一些机制更加完善的话，粉丝应该会更加爱这一款精神续作。那么你对于他的表现还满意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吝啬给一个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